目真的是要很有勇气才有办法站在这个台上。你知道我可能今天回家，我就会被我家人抱怨说：“你又没要选，你上来干嘛？你回去要被网络酸民酸，然后检察官还要说啊，你饭后态度不佳，没有悔意。”政论的节目，那些人会说啊，他就是想红啦，他就是想帮谁谁讲话。曾几何时，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却要这么战战兢兢，怕被围剿，怕被攻击。想当年，有人说，在台湾没有人需要为他的认同而道歉，那个世界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可能还有一些人就是不知道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之前因为助理费，检察官已经认可我不是人头助理，我是真助理。然后我也有上班，我有加班的事实，但是最后还是被一审法官宣判我在立法院工作担任8个月的助理期间，贪污了466块。8个月466块，一个月有60块吗？好像不到嘛。然后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5年。我现在还有10万的交保金还在法院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还回来。你们觉得贪污466元，然后交保金10万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真的不懂。我后来就会很爱看新闻这些报道，酒驾肇事3万交保，杀人未遂5万交保，还有什么台版柬埔寨工作诈骗，然后死了3个人，主嫌7万交保。我就想说，天哪，我10万，我到底是犯了什么酒驾杀人，还是什么诈骗杀人更严重的罪吗？我真的是不懂啊！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，其实我是想表达这几年来的一个难受，就是从2022年12月那时候，调查局早上7点就来我家搜索，我家也被搜索。然后我从早上7点被问到隔日凌晨3点半。我其实那个过程之中，我那时候是相信台湾司法的，我相信司法会还给我们清白人一个公道，不管再怎么你说不能夜间侦讯或什么关系，我都配合。所以我其实是那时候是相信的。但是当我到1次2次侦查庭的过程之中，当侦讯我的检察官说出上面只是一定要起诉高虹安，一定要起诉里面的助理，我那时候心真是冷了一半。我想说，天哪，为什么检察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好，你敢说也没关系，我们之后你真的起诉，我们就上法庭，让大家看清楚检察官是怎么对一般人民侦讯的。结果上了法庭之后，大家也知道我调了我的影片，我就发现我其他天的影片都是完整的，就只有那一天那一段那16分钟不见了。我在家发现那16分钟不见的时候，我心更冷，大概比今天凌晨还要冷吧。我真的就是全身鸡皮疙瘩。我想说，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？好，也没关系。我后来想说，那我就上法院跟法官讲。结果当我在准备庭上面跟法官据实以告，跟他说这16分钟发生的事，检察官说出这样的话。结果你知道公诉检察官说什么吗？那个当初不是侦讯我的检察官，他只是公诉派来，他竟然当庭说我在带风向。我想说，到底是谁在带风向？你在现场吗？你敢说我说的完全不是真实吗？你能拿出16分钟打我脸，证明说我是错的吗？你们检察官直接违反了刑事诉讼法101条，要全程录音录影。你们知法犯法在先，然后反过来指责被害人，说我们在带风向。我觉得你们举着正义的大旗，你们没有一丝的愧疚，甚至也没有道歉的意思。所以我不知道一般平民像我一样，就是一个平凡的助理，可以接受检察官擅自的中断录影，然后跟你说你认罪，我就给你缓刑；不认罪就是7年起跳，7年起跳的重刑，你要不要吞？各位，你吞得下去吗？我真的在家思考了很久，我想了1个礼拜，我后来发现，对，原来我是跟大家一样吞不下去的那一类人，所以这是我对司法的难受。
我没有想过台湾司法会变成这样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在生活中你会发现，在那2年，发现自己在台湾怎么活在一个是非不分、网络侧翼带风向，然后新闻台政论节目每天不断的从主播到主持人到评论员，甚至有些绿营民代都在说我有罪，然后要我赶快认罪，说我不认罪会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，那种宛如群体猎巫，然后集体意识要你认罪那个过程，说实在是影响到我，影响到我的家人，就是你会觉得天哪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？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司法和媒体对于不同政治色彩人物的双标，是不是太明显、太过张牙舞爪？张牙舞爪到他们觉得这很正常，正常到我觉得，这到底是我不正常，还是这些不正常？大家可以看到前几天有个跟绿营关系很好的诈骗洗钱犯，300万交保嘛，然后他在 Facebook 上面还喊说：“哦，我不是逃亡哦，我是有事要忙。”然后我们法务部长说什么？欢迎他投案，这合理吗？这正常吗？所以这其实是我对现在国家的行政机关、执政党对于控制媒体我的难受。谢谢。我今天其实来台上也没有为什么目的，但是就是为了你们。因为我是一个有点自虐的人，我很无聊没事的时候会去看一些网络评论啊，一些影片底下的评论什么的。那当然在那个过程中，很多就说去跟高级关一关啊，贪1块钱贪啊，走不下去啊之类的，很多很反制或是很极端的留言。那当然也有一些支持和鼓励的人。然后有一天凌晨吧，我那时候就无意间滑到有一个留言，它里面就写说：谢谢水母愿意把被检察官这些不当的对待说出来，让他也有勇气，未来在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，愿意发出声音。其实是他那句话感动了我，也给我勇气，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。我跟每个在场人都一样，就是我以前应该也是在后面的那种爱国西路啊，或者后面的路上的人们，就是我就跟你们一起比较温暖。对，但是不管是现在在场人，还是在赶在路上的人，还是荧幕面前的人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温暖，都是善良的，但是我们心中也是一样的困惑，一样的不解。中华民国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？台湾的法律到底有没有公平正义？我们今天站出来，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些什么？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觉得我们一起站出来，一起发出声音，滴水穿石，改变周围的人，我相信可能还是可以改变些什么。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我想分享一点点，就是我最近在看一部日剧，然后那个日剧叫做《如虎添翼》，台湾的电视台翻作就是女法官大人。她其实是在讲述日本一个女法官她一生。那个主角她求学阶段的时候，她爸爸也是因为被卷入政治斗争，然后背了司法的冤罪这样。那在那个过程之中，他有一段他领悟到的一些对法律的理解和形容，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。他说他一开始想说法律是什么，他觉得法律应该是保护人们的东西，像是盾牌，像是毛毯给大家温暖一样。他的同学觉得法律是攻击的武器，但是经过了冤罪的事情之后，他觉得法律本身应该是被人们保护的东西。举例来说，法律就像是涌出干净水源的地方，它不应该被污染，它不应该被沾上任何的色彩，它应该很纯粹被导引到正确的地方。这段话我送给今天，我送给司法界，送给所有的执法人员，还有所有被司法影响的你和我。我们希望司法是干净的，不被污染，不被任何颜色受到影响，不被政权拿来做夺权的工具，拿来作为欺压人们的武器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司法干净，值得人们相信，让我们去遵循。我希望这样一天离我们不会太远。谢谢大家。